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冯绍峰新恋情曝光，赵丽颖情伤遭吐槽，昔日夫妻各自绽放光彩。47岁的冯绍峰过得简直像开了挂，一天到晚光辉焕发。刚把新女朋友揪出来，跟老兄弟们聚会就被偷拍了，紧接着就放了个大新闻，让一堆网友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一样。要说赵丽颖，她这小妹子因为毫不客气地回击恋情传闻，结果被网友们嘲笑是缺乏情商。看到那位笑得像春风的小前夫，37岁的赵丽颖心里会不会有点懊恼呢？2021年，这俩人宣布，过去挺不错的，未来希望更牛，直接分开了。可就是因为儿子想在那儿，两个人就一直心有灵犀，像老鼠找奶酪似的。今年4月，有个网友看到冯绍峰带着小孩去看病，治完后赵丽颖把小子接走了。离婚的那条线早就画了4年，但外面的人对他们俩的事儿还是没完没了的打听。6月份，网民抓拍到冯绍峰和一个年轻的小姑娘，还有他的好朋友李治廷一起吃饭，两个人挨在一起，甜得像蜜一样，简直就像刚热恋的小年轻。虽然他还没正儿八经说话解释这个小秘密，但网友们早就心里打定主意，这位女士就是他的新欢啦。正当他感情生活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事业又冒出来一波小风。古装悬疑大片《大唐迷雾》放出了第1条小片段，来看看这啥令人困惑的事儿。他在这儿当狄仁杰，接到皇命去江南转悠，顺道把那些稀奇古怪的案件都一一搞定了。这地方暗的像个锅里煮羊毛，瞅着就让人觉得要失明了。不少网民直呼心痒痒，迫不及待想看看了。另一头的赵丽颖也火速冲上热搜榜啦。有个网友放了大招，爆料说导演赵德胤屡次被拍到溜进他家里，不止如此，还主动给儿子想当保姆呢。正当大家都在想他要飞上天的时候，他随口一说，把所有网友的美梦打得粉碎。有些人说他是个性子直的人，说话像放炮一样；有一堆人喊他是个大明星，不光说话像拖拉机，情商也跟土豆一样低。他好像对网友的闲言碎语毫不在意，直接在短视频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旅行片段。视频里，他顶着个帽子，穿得像是刚从沙发上爬起来，悠哉得很。这俩人的状况就好像在重演离婚时候说的那句未来肯定会更棒一样。大家各自走自己的路，看着不一样的风光，简直就像在参加一场人生的旅游大赛。赵丽颖还是那么漂亮，冯绍峰的前途亮得像火箭一样。往昔岁月，俩人可能没想到今时今日竟然走到了一起，这缘分可真是奇妙的让人捧腹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出戏，让俩人碰上了火花。冯绍峰4岁那年参加了个演讲比赛，从此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高中时我决定追求艺术的梦想，结果就进了上海戏剧学院。他早些年演了不少民国风格的剧，我跟安以轩、刘雪华一起拍《芸娘》，演了个超级能忍的陆浩中。后来又跟安以轩搭档拍《锁清秋》，演个腹黑的沈朝宗，真是搞笑到不行。这些看上去彬彬有礼的小伙子，让不少观众干脆叫他民国少爷的代言人。虽然观众们对我有点眼熟，但我的事业还没开花结果呢。冯绍峰靠着演八阿哥这一角色，粉丝一下子多得跟花儿似的。就这1年，他被导演瞧上了，演了《鸿门宴》里那个叫楚霸王的角色。接着跟林依晨一块儿演的《兰陵王》火得不要不要的，让他在港台都出名了。2015年《狼图腾》差不多就是他干这行的分水岭了。为做让人和狼可以搞好关系，他在内蒙的草原上跟真狼混了8个月。
最后这部电影把他捧到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领奖台上，笑得跟个花儿似的。正当事业风生水起的时候，命运的拐角在片场等着给你来个大变脸。这俩人在片场的搞笑日常把一帮工作人员笑得直喊真甜。后来网民们不断捉拍到这俩在一起的画面，要么拉着一起火锅烤肉狂欢，要么就窝在家里熬到天亮呗。那俩人一直都没直接说过关于恋爱的事儿，可就在2018年年底，突然扔出个大新闻结婚证。娃儿回想起自己刚出生那会儿，他在采访里自个儿给爆了个料，心情差的时候，一瞥儿子的照片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。这段因戏结缘的婚姻最后还是没能撑到大团圆，两个人都在拼命撩事业，见面就像稀饭里的枸杞，偶尔碰一下也算走运。于是到了2021年，这俩人就果断宣布各自走各自的道了。等咱们翻出来冯绍峰的访谈，才晓得结局早就摆在那儿了。冯绍峰在某次被问到时，嘿嘿说道：“你究竟是真心喜欢我，还是只想找个对象打打酱油啊？”这一段让许多人觉得他在结婚这事上好像缺个护身符，心里没底得很。有网友直接说俩人简直就像活出了明兰和顾二叔的剧情啊！要是人太过于清醒自在，谈恋爱也能保持自己的靓丽思想。这小子就像个永远不愿意长大的小孩，爱上恋爱之后就更离不开了。可现实可不是电视剧，两个人要是性格不合，想长久过下去简直比让猪飞还难。离了婚的俩人各自都在工作上绽放出了更加闪亮的光芒。赵丽颖开启了她的新人生冒险。2022年，她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演了部叫《幸福到万家》的戏，扮演一个从乡下跑到城里的姑娘，名叫何幸福。这家伙穿个古装可真是一塌糊涂，性格还像只死倔头牛，把甜妹的形象全给弄没了。后来风吹半夏，简直把观众对他那种乖巧可爱的看法给彻底颠覆了。讲义气又拼劲十足的许半夏一下子就扎根在每个观众心里了。后来就杀入了电影圈，第20条和向阳花都挺火的。冯绍峰的戏约就像大海里的浪，一波接一波，停都停不下来。2022年演了个讲古的戏，名叫《山河月明》。他把朱棣从年轻时的狂妄不羁，到当上王爷后的稳重威风演绎的那叫一个到位。这电影里，他演的是个脑袋瓜子特别正义的警察，边破案边变聪明，简直是个成长型人才。刚放出的古装破案剧《大唐迷雾》预告，立马把大家的讨论热情全点燃了。他演的狄仁杰，一方面霸气侧漏像个大法官，又灵活的跟现代侦探似的。同一天，赵丽颖的新剧《造成者》也放出了个预告片儿。这对以前在荧幕上打情骂俏的搭档，早就通过他们的作品反驳了那些关于后悔的传闻。冯绍峰在《大唐迷雾》里把狄仁杰演得活灵活现，真是让人捧腹。赵丽颖的新电影《造成者》快要和大家见面了，别急，别急。俩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表面上像是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在儿子琢磨的成长路上，竟然老碰头。至于后不后悔，早就写好结局了。就跟《知否》里面说的那样，活在这世上，要想轻松自在，就得学会甩掉那些包袱。他们像是用高清晰度的胶水，把婚姻这事儿给粘得稀巴烂，最后留下的只是一堆亲情的省略符号，一小块儿、几片儿，听着就像零食似的。